有粉丝说想要看在海面上行驶的中国最美地铁，见过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海面上行驶的地铁还没有见过。跟着阿波看世界，现在就安排。我身后呢，就是耗资几百亿打造的首条海上地铁，江湖人称厦门1号，也是厦门乃至全国最美的一条海景地铁，堪称中国版的《千与千寻》。坐在这样的地铁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点个关注，阿波今天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走。目前厦门已经在开放运营的地铁线路一共有3条，分别是1号线、2号线还有3号线。那么我们呢，马上要开始乘坐1号线，它呢全长大概是30.3公里，有24个站点。起始站呢是镇海路，尾站呢是盐内站。但是我们只需要从我们现在所在的湖滨东路站坐到集美学村站就可以了。尤其是高崎到集美学村这2.8公里的距离，就是海景地铁，特别的漂亮。我们现在呢来这里买一张票，然后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现在选择1号线，然后呢抵达集美学村站，票价是5元，我们买2张。出来了，这个呢就是厦门的地铁票，你看上面呢还印有厦门地铁的一个标志。咱们现在去坐车吧。厦门的地铁站呢，是我见过目前全国最干净的地铁站，真的是特别的整洁。我们往前面去过闸机安检，然后乘坐地铁。这里呢就是地铁的等候区，我们一般在乘坐的时候呢，就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先下后上。地铁呢还有1分钟就到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大家看我上方的这个电视，沿内1分钟，下面写个6，是下一班会6分钟抵达。所以每一趟的列车你都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表。我们现在已经上了厦门的地铁1号线了，看看我们厦门地铁的车厢是不是特别干净，而且很整洁。这趟列车呢叫嘉庚号，嘉庚呀就是厦门大学的创始人陈嘉庚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且厦门的地铁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有3种语音播报，一种呢是闽南话，一种呢是英文，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话。等一会让你们来听一听我们特色的闽南话播报，我敢保证你们只能够听懂1个字。稍后你们可以把它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等早到啊，请为道边车门落车，落车请注意安全。这就是我们厦门地铁的特色语音播报，闽南话。你们听懂了几个字？反正我就听懂了一个掐。现在我们的地铁呢是在地下行驶，再过一小会儿啊，它就会冲出海面，在那一瞬间，你就会看到现实版的《千与千寻》。3、2、1，哇，是不是特别的震撼？我们现在已经从地下呢冲到海面上了。这里呢就是我们目前国内首条的海景地铁，就在厦门，是厦门的1号线。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漫画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大家看，在地铁的对面有一座跨海大桥，那座跨海大桥呢是公铁两用，它叫做杏林大桥。在另外一边呢还有一座大桥，这座大桥可就牛了，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中国的第1所跨海大桥——厦门大桥。从地铁上看，左边的海跟右边的海都特别的漂亮。所以说，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在厦门才能够看得到。而且在地铁1号线上还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黄昏，真的是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人生就像是一趟开往终点的列车，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到站。希望你经过的每一站都是美丽的风景。跟着阿波看世界，下一站你们想去哪里？评论区告诉我，给你安排。你们快看，悬空寺！在那个深山老林当中，竟然藏有一座悬空寺。它的建筑形式呀，震惊世界，上不碰天，下不着地，不用一根钉子，不加一片泥瓦，仅靠一根高约10米的木头就撑起了一整座寺庙，是中国仅存的几座悬空寺之一。世界建筑学家看到以后都连连称奇，拍案叫绝。他在那里已经孤独地等待了800多年，看一眼就少一眼的悬空寺究竟是何人所建？我们现在就一起走进千年古刹悬空寺，走吧。想要到达悬空寺呢，不仅要坐车爬山，而且呢还要坐船。我们现在呢已经坐船了，明珠11号，马上开船带你们去看悬空寺。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悬空寺大概要怎么走啊？还有多远？往这边走差不多1个小时吧。还有哦，还有1个小时。对。好，谢谢。还有1个多小时就到了啊。刚刚那位帅哥说呀，再往前走1个多小时，我们就能够抵达悬空寺了。一大早呢，从厦门开车过来，午饭都没有吃。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走进了深山老林里面，哇，肚子好饿，要不喝瓶牛奶垫垫肚子？还是你最懂我。好喝吗？当然了，这可是经典限定呼伦贝尔有机奶，奶源来自北纬48度呼伦贝尔有机牧场。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我以前去过，那里还被誉为牧草王国。好草原孕育好的有机奶，里面呢还含有丰富的原生乳蛋白和原生高钙，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户外旅行、居家生活。配料表啊，甚至干净到只有生牛乳。有机生活由我定义，你也自己喝一瓶。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看看我的脚下，虽然说用很多的木板把它掩盖起来，但这个下面它就是万丈悬崖。我们现在呢，沿着这个楼梯慢慢的往上走，带你们去看整个悬空寺最佳的一个观赏角度，真的是太壮观了。走，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悬空寺的底下，你看它的横梁啊，插的非常的巧妙，横的竖的全部都有，然后镶嵌在这样的红色砂塑岩当中，整个建筑不用一根钉子，竟然能够屹立千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从这条路往上走呢，我们就能够带你去看整个悬空寺最佳的一个角度，看看它究竟有多壮观。走，这座悬空寺庙呢，它的名字叫做甘露岩寺，在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当中。你看那边啊，那边的殿宇呢，就是用下面的几根柱子简单的支撑起来，而且寺庙的屋顶上是没有一片瓦，不用一根钉子，是不是特别的神奇？站在这里，仿佛有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感觉。很多人来到这里呢，都会留下一个许愿牌。阿波呢，也为你们留下了愿望，祝愿我所有的粉丝都能够身体健康，财源广进。我们现在啊，把它挂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这里呢，就是看整个悬空寺最佳的角度了，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壮观？真不敢相信，800多年前古人是究竟如何用一根柱子就把悬空寺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让我不禁想起了阿基米德曾经讲过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翘起整个地球。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传说呀，这座庙以前呢非常的小，供奉着送子观音，香火呢也特别的旺盛。北宋时期啊，叶家的母亲曾经特地的从城里赶来这里求子，看到这个庙又破又小，于是呢就发愿说，如果能够让我顺利的生下孩子，我一定要重修这座寺庙，岩洞有多大，庙我就建多大。后来呀，她果然怀孕生子，并且取名叫叶祖洽。叶祖洽长大后呢，还高中了状元。为了偿还母亲的夙愿，叶祖洽调集了天下的建筑高手来此建庙。然而这里地势险峻，庙一直无法建成。你们仔细看一看，这座悬空的寺庙，它是位于一个高80多米、宽20多米的天然的洞穴之中。要知道，在这样一个洞穴当中建造一座悬空的寺庙，就算是技术发达的今天，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呢，工匠呀忽然看到有人用 Y 字形的铁叉稳稳地抬起了一根又粗又直的大圆木，从而受到了启发。你看，整个岩穴好像就是一个倒三角，用独木擎天解决上宽下窄的难题。于是呢，他只用一根柱子撑起了整个悬空寺庙，叫做一木撑四楼。整个建筑呢呈一个品字形，也预示修建这座悬空寺的人为一品阁老。一柱插地，不夹瓦片，从下往上有上百个台阶，实际而上就会距离悬空寺越来越近，也叫更进一步。当时建造这座悬空寺呢，大概用了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正是因为悬空寺下面有一根柱子太过于神奇，所以人们呢就把它称之为状元柱、如意柱。现在呢，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要抱一抱那根柱子，留下自己美好的愿望。曾经日本的崇元法师都3度来到这里学习甘露岩寺的建筑工艺，回国之后修建了日本著名的奈良东大寺的大佛殿。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建筑注定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建筑史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的明珠，它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我们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关注阿波，下期视频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神奇的张抱佛。在樟树的肚子里面竟然有一尊巨大的佛像，你敢相信吗？